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周末的市体育馆篮球场内，小伙子们正打得如火如荼。方卓正处于对抗的中心，他的小腿肌肉线条紧绷，随着变向运球，脚上的篮球鞋和地板发出短促而尖锐的摩擦声。他一个娴熟的胯下运球，接背后换手，晃开半个身位的防线，两步快速来到篮下。他像是一张被瞬间拉满的强弓，借着冲刺的惯性拔地而起，单手抓球高高举过头顶，手臂肌肉因为爆发力而寸寸紧绷。在最高点时，他整个人仿佛在半空中滞留了瞬息，随即腰腹发力，顺势将球狠狠地砸进框内。哐当，篮筐在剧烈的冲击下痛苦地颤鸣。方卓双手短暂地挂在篮圈上，落地时嚣张又张扬。他转身抬眼，扫到不远处看台上坐着一个他熟悉但本不应该出现在这儿的人。他来干什么呀？周一至周五天天见就算了，周末还要看到这张脸。方卓假装没看到，继续打球，但他却开始频频出现失误，不是投出的球重重砸在篮筐前沿弹飞了出去，就是防守慢了半拍，让对手轻易从身侧绕过。队友拍了拍他的肩，一脸狐疑。方卓，你怎么了？刚才还好好的，身体不舒服吗？方卓抹了一把汗，掩饰住眼底的慌乱。没事。你要是不舒服，就去歇会儿。好吧。方卓的语气带着不甘，但确实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绪。他走到场边的长椅坐下，拧开矿泉水瓶，猛灌了几口，冷水顺着喉咙下去，却压不住心里的火。他有意无意地侧过头，又瞅了眼那个碍眼的人。那人倒是一派从容，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到来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。他安静，也不看手机，此刻正好整以暇地与他对视。那种如影随形的注视感让他浑身发毛。他想起对方之前那副理所当然的语气，那里是公共场所，谁都可以进。就像他说的，这里是公共场所，谁都可以来。但为什么偏偏是这里？他这位阔少爷就这么闲吗？没有更高级的地方可以去？看着对方那副气定神闲的模样，他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，但不想因为他而耽误自己的训练，于是他把水瓶往长椅上一搁，就又上场了。训练结束后，方卓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下意识地朝看台那个位置扫了一眼，空了。那抹让他如坐针毡的人影总算消失了。哼，总算走了。方卓长舒一口气，肩膀松了松。他一边拆着手上的护腕，一边暗自琢磨，他也真能坐得住，就这么什么都不干的坐了一下午，这得多无聊才能做到这份上。他抓起水瓶，仰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。随后他单手拎起包甩在肩后，和几个队友勾肩搭背地往外走。一踏出市体育馆的大门，就看见陈野正站在一辆车的旁边来回踱着步，看见方卓就站在原地，双手抄兜看着他。方卓看见他脚步一滞，有点意外。怎么还在呀？方卓，那是找你的吗？不是。旁边的队友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被陈野那身生人勿近的气场震了一下。行吧，那我先走了，明儿见。明天见。陈野迈开长腿，径直朝他走来。随着距离拉近，方卓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饿了吧？我请你吃饭。陈野开门见山，声音低沉平稳。不用，我不饿。方卓话音刚落，肚子却极其不配合地发出一声悠长的咕噜声。看，你明明饿了。这样吧，这顿饭我也不白请，吃完你陪我学会习就行，自己一个人学太无聊了。方卓想了想，算了，有人请吃饭，这便宜不占白不占。于是他梗着脖子应了一句：行啊。你想吃什么？西餐，牛排。方卓随口报了个贵的。有品味，走吧。陈野眼底浮现一抹纵容。西餐厅内，柔和的灯光伴着悠扬的萨克斯风，全程陈野都表现得体贴周到。方卓起初还有些拘谨，但训练后的饥饿让他很快沉浸在美食中。吃完放下刀叉，方卓不自觉地连打了2个哈欠，眼眶泛红。打了一下午球，累了吧？过会儿学习的事算了，我直接送你回家。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没事。黑色的轿车平稳地穿梭在城市霓虹中，车中很安静。方卓侧过头看着窗外的街景，车子停在他家楼下。方卓解开安全带，今天谢谢你请我吃饭。说完又觉得这像句废话，毕竟这段时间他蹭对方的饭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不客气。你要不要上去喝点东西？好啊。陈野跟着方卓进了家门，两人来到客厅。方卓的家很大，装修也算得上奢华，但却透着一种冷冰冰的空旷感。
没什么生活气息，缺少人气儿。你一个人住？陈野打量着周围。对，可以这么说。方卓换上拖鞋，语气随意。不过我是个大人了，这没什么。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在陈野脸上转瞬即逝。你想喝点什么？我们家有可乐和……方卓拉开冰箱门，动作僵了一下，有些尴尬的回头。不好意思，只有可乐了。那就可乐吧，谢谢。方卓把可乐递给陈野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刚训练完，身上汗味大，得去冲个澡。好，你去吧。方卓走进浴室后，陈野独自坐在沙发上，观察着方卓生活的地方。他喝了一口可乐，目光扫过四周。餐厅的餐桌上还放着没来得及收拾的泡面桶，厨房架子上整齐码放着各种五颜六色包装的方便面和零食。他平时就吃这些。陈野的眉头微微蹙起。没过多久，方卓换了身清爽的衣服，顶着一头湿湿的头发走了出来。他去厨房也给自己拿了一听可乐，随后在沙发另一端坐下。方卓不说话，陈野也沉默着，气氛逐渐变得微妙。你准备考哪个大学啊？还没想好，你呢？我的成绩，可选择的有限。方卓自嘲地笑笑。我觉得你最近进步挺大的。陈野侧头看他，语气认真。方卓一愣，没想到陈野居然会夸他，心底泛起一丝莫名的喜悦，忍不住笑了笑。是吗？是的。还有，咱们可以做朋友吗？其实这些日子的相处，咱们已经是朋友了。方卓看着陈野的眼睛。是吗？我可以是你的朋友？陈野有些意外地挑眉。我以为你怕我呢。你知道我在学校人缘可不怎么好。我承认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但你对我也不坏，我没有必要拒人千里之外。可能当初你跟别人打架，也有你自己的苦衷吧。陈野低头笑了笑。谢谢你这么说。其实他笑的时候还挺帅的，你其实应该多笑笑，这样别人可能就不会觉得你难相处了。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但我想知道你怎么看我。你觉得我很难相处吗？有点。方卓老实点头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想法，对你也不是那么重要。当然重要。陈野眼神诚恳。我这么难相处，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，谢谢你。他居然跟我道谢，天，今天这感觉太不真实了。方卓有些局促地仰头喝了口可乐。陈野的声音让方卓侧头看着他。还是先回去了，你不是累了吗？早点休息吧。走到门口，陈野停下脚步，回过头。明天我会去看你打球，之后我请你吃饭，吃什么你来定。原来他来篮球场是为了看我打球。陈野握住门把手，礼貌示意。谢谢你的可乐。不客气。人走后，屋里重新陷入寂静。方卓倒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发呆。我和陈野居然变成了朋友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时间滴答滴答，一分一秒固执地走着，他从不被任何事改变或打断，有点无情，但却公平。在这种无声的流逝中，生命自有其节奏。植物只要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水分和养料，就会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拼命生长，努力朝着太阳的方向长高长壮。唐玉成的西红柿长得有1米多高了。天哪！站在阳台上的方卓叫了起来。西红柿长出来了。他凑近仔细观察。太可爱了，还这么小，圆圆的，绿绿的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西红柿小时候的模样。大自然真神奇，它什么时候长大啊？什么时候变红啊？还得1个月左右吧，到时候应该就能吃了。啊？还要那么长时间啊？方卓有些遗憾地撇撇嘴，随即又兴奋起来。等熟了，我也要尝尝味道。太有意思了，唐玉成，你可以啊，居然还知道怎么种菜，这就了不起啊！切！陈野挑了挑眉，一脸不屑。我说你偶尔夸夸别人，能怎么着啊？方卓转头看他。陈野，你这个有钱人不要这么吝啬，说句表扬的话，也不会身上少块肉。陈野淡淡地回了一句：请不要把矛盾升级为阶级矛盾。唐玉成无奈地看着面前的2个人，随后看了一眼表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开始补习了。3个人回到了唐玉成的房间，书桌上还摊开着早上刚做完的卷子，上面画满了红色的勾和叉。咱们上午讲到第30题，你们的答案是多少？我是 A， 我选的是 C。A 是对的。方卓，说说你的答题思路。这是方卓最有成就感的时刻，他清了清嗓子，眼里闪着光，语气飞快且自信地开始拆解题目。他讲得眉飞色舞，而身边的陈野压根没看卷子，单手托着下巴，
目光定定地落在方卓侧脸上，看得有些入神。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，方卓说话时带动的细微神情，在陈野眼里比什么题都有趣得多。等到方卓一口气讲完，陈野还保持着那个姿势，眼神压根没移开。陈野，唐玉成敲了敲桌子，故意问道：“他刚才说了什么？”陈野回过神：“他刚才说了什么？”“哼，这是我的问题。”“哦，不记得了。”陈野语气理所当然，云淡风轻。唐玉成瞬间无语，额角垂下几道黑线。